历经1028天的煎熬，当中国政府包机缓缓降落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当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女士面带微笑出现在机舱门口，2021年9月25日晚9时50分许，全球共同记住这一时刻。这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是中国从大国迈向强国的重要时刻，振奋了党心民心，足以载入中美关系史和新中国外交史。在周一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再次强调，孟晚舟事件是一起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构陷和政治迫害，目的是打压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技术企业。经过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孟晚舟女士终于平安回到祖国，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高兴。华春莹指出，2018年12月初，孟晚舟被无理拘押后，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美国、加拿大使馆、驻温哥华总领馆在各个层级、各种场合全力开展工作，向孟女士提供领事保护和协助，向美加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撤销对孟的错误指控，尽快让她平安回国。其他有关部门也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事实上，在孟晚舟事件发生后，中方迅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反制措施。公开报道显示，从孟晚舟被扣押至今，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公开表态200多次，痛批美国强盗行径，要求加拿大无条件释放孟晚舟。在孟晚舟被无理拘押的第6天，即2018年12月6号，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就表示坚决反对并强烈抗议，向加方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对方立即对拘押理由作出澄清，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正当权益。要求对方立即对拘押理由作出澄清，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正当权益。同月8日、9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先后召见时任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加连和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当时乐玉成用于法不顾、于理不合、于情不容描述事件的恶劣性质，敦促加方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中方将视情况作出进一步反应。2天后，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出席2018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时，首次回应孟晚舟事件，表示对于任何肆意侵害中国公民正当权益的霸凌行径，中方绝不会坐视不管，将全力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还世间一份公道和正义。2019年12月1号，孟晚舟被非法拘押满1年。他发表一封题为《你们的温暖是照亮我前行的灯塔》的亲笔信。次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谈及这封信时直言，看了以后非常感动，衷心祝愿他早日平安回家。今年7月26号，中美天津会谈举行。在此会谈中，中方向美方明确了3条底线，提出了2份清单。在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中，就明确要求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1个月后，孟晚舟被拘押1000天之际，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继续就孟晚舟事件发声，表示这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本质是美国一手策划、加拿大帮凶实施的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是对中国企业的蓄意打压。美加一再用法律借口为其迫害中国公民的行径辩护开脱，但国际社会都清楚，美加所讲的法律不过是用于美国的巧取豪夺、打压异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而已，毫无公正性、正当性可言。而这些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外交努力，恐怕还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3年间始终不懈努力，除了持续向加拿大政府和各界人士讲明孟晚舟事件的政治性和非正义性，敦促加方尽快释放孟晚舟女士外，还在海外舆论场激浊扬清。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驻温哥华总领事也先后多次上门看望孟晚舟，或同其通话，转达祖国亲人的问候，并向孟晚舟强调，伟大的祖国和14亿中国人民是他坚强的后盾。外界注意到，丛培武大使此次全程陪同孟晚舟回国。华春莹周一也回应了有关提问。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来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维护本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有分析指，过去3年，美国对中国发动全政府、全方位、全要素攻击打压，还纠集了一群盟友对中国发起围剿，从贸易战、科技战到涉台、涉疆、涉港、涉疫情等问题上密集发起挑衅。千军重压之下，中国没有认输，中国人民更没有认命。中国已经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挡住美国狂轰滥炸、扛住极限施压、重挫末日疯狂的世界大国。美国一脚踢在钢板上，一拳打到长城的砖上，不得不鸣金收兵，放人作罢。这一切正如王毅周一在同委内瑞拉外长普拉森西亚通电话时所言，中国历来反对一切强权，不畏任何胁迫。中国政府维护本国公民正当权益的立场坚定不移，从不妥协。那些出于政治目的编造各种借口，在世界上任意拘禁他国公民的做法，是彻头彻尾的胁迫霸凌，是对国际规则和人类良知的公然挑战。在21世纪的今天，再也不应任其横行下去了。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站出来，和中国一样，坚决抵制各种非法的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和政治构陷，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如今孟晚舟事件已告一段落，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不会就此放弃打压遏制中国，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已成为中美关系新常态。纽约时报评论指，孟晚舟事件几乎成了华盛顿与北京冷战气氛的象征。这起历时近3年的案件的结束表明，两国领导人能够在重大争端中达成某种和解。不过，就在孟晚舟获释同一天，美国总统拜登首次在白宫同时会见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的领导人。此外，围绕华为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美国司法部针对华为的调查仍在进行。事实上，作为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构陷，孟晚舟被无理拘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是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华为作为一家中国高科技企业，让美国在包括5G 通讯等领域感到威胁，这才让恐惧的美国不惜开动国家机器，从诬告制裁到断供断薪，再到绑架人质，无所不用其极。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没有倒下。就在孟晚舟飞离加拿大的同一天，华为发布全新操作系统欧拉。而在全国工商联最新发布的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报告中，华为以8913.68亿元的经营收入规模位居榜首。这已经是华为连续6年位居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首，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首，同时还占据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数榜首。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心中要清楚，我们哪些技术还存在短板，我们是否存在被别人卡脖子的这种风险。从第二点，我们一定要增强这种风险意识，就是说不要对这种科技竞争的掠夺，在美国把大国竞争和战略竞争视为他的这个头号这个战略任务的时候，我们不能低估像美国这种国家，他利用他这种各种手段，没有下限的打压这种竞争对手的这种做法。值得注意的是，孟晚舟在不认罪、不支付罚金的情况下离开加拿大，让美国国内一些保守派气急败坏。路透社报道称，孟晚舟获释让拜登遭受华盛顿对华鹰派的批评，他们认为拜登政府正在向中国以及处于两国全球科技竞争风暴中心的主要企业投降。福克斯新闻网保守派评论员彼得·施韦泽扬言，这是美国的战略撤退，还用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的攻击论调扯上了拜登与中国的利益冲突。反华急先锋美国会议员卢比奥称，孟晚舟的获释让人严重质疑拜登应对华为和中国共产党构成的所谓威胁的能力和意愿。另一共和党籍参议员比尔·哈格蒂也宣称，这是对中国的进一步屈服。尽管很可能国内美国的共和党右翼会攻击说他对华软弱什么的，但大多数的包括选民，包括大多数共产党是盯着他其他的那种内政议题，这是一种双方战略意志或者战略毅力的一种比拼，这个结果是大家都看到的。也有观察指，
孟晚舟事件的解决让外界对中美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抱以期待，但释放孟晚舟并不等于放过华为。拜登政府在对华技术战方面的举措可能还会升级。华盛顿日报上周五引述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的话称，他将寻求改善美中商业关系，他在美中紧张关系中看到共同利益，但他同时称华为是安全威胁，将继续努力阻止华为获得先进芯片。因此，晚舟虽已归湾，但中美博弈还将继续。这是反霸与围霸之争，进步力量与守旧势力之争，更是非西方国家争取平等发展权与西方垄断核心发展权之争。为了全世界所有希望挺直腰杆争取平等的人，中国使命在肩，别无选择。以美国为例的话，那就是他这个对中美关系的这个恢复正常，实际上制造了不止这一个重大障碍，妄图利用这种事件来进行扰乱我们和平发展进程，这对中国的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这种认知没改。这个事件的解决，可能为我们解决下一步的问题，可以说消除了障碍，但是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好的，乾坤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你好，那么今天呢，中委外长在通话时谈及孟晚舟案，委方特别赞扬中方的坚定立场，感到鼓舞和欣慰。那您对此有何评论？那么委内瑞拉外长普拉森西亚他主动谈到孟案，他说呢，委方坚决反对任何针对中国个人和企业的单边制裁，对中方采取的坚定立场感到鼓舞和欣慰。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孟案呢也正在联大外交舞台被关注、被聚焦。那么孟案起伏转折的走向意义，对外部世界无疑是有重大启示的。鼓舞和欣慰这两种正向的情绪，恰恰是外部世界最期待也是最稀缺的。所谓天下苦美式强权霸凌，苦美方单边制裁久矣。所以普拉森西亚他的鼓舞和欣慰，当然就是一种普遍性的情绪反应。只不过呢，今天是在联大外交舞台上，由委内瑞拉的外长他直接道出来了。可以这么说，对于晚舟归航深圳，活在美式霸凌与制裁阴影下的外部世界呢，也都长舒了一口气。不然，为什么日本网友现在呢也在唏嘘反思？如果自己国家当年在半导体领域遭遇到美式谍战与制裁法案时，能够像中国那样，那么日本的产经版图乃至国运起伏，会不会又将部分重写呢？孟晚舟的个人命运，孟晚舟深厚的国家应对与坚定立场，对外部世界也是启示所在，是鼓舞所在。中国最高领导人谈到上合组织要走公平正义之路，他特别强调指出，解决国际上的事，不能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推行霸权、霸道、霸凌。那中国这么说，更是这么做的。孟晚舟案就是中方最有说服力的最新实践案例。那么今天国委兼外长王毅呢，也在通话中再度强调，出于政治目的编造各种借口、任意拘禁他国公民的做法，是彻头彻尾的胁迫霸凌，再不能任其横行下去了。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挺身而出。那么您对此表态又如何解读呢？在委外长主动谈到孟案之后，王毅的回应，他话说得很重。那么这也是在孟晚舟结束非法羁押回到深圳之后，中国最高层就此最直接的表态，而且呢是在联大会期这样的国际场合，所以呢更加值得外界关注。对孟晚舟案，英国 BBC 昨天标题有一个说法说，那次 PPT 演示引发了一场国际争议。这实际上一直是西方媒体对孟案的一个习惯性的误导叙事，不是 BBC 一家这么干。那今天呢，王毅戳穿了西方媒体的这种伪叙事，他说的最清楚不过，事实就是彻头彻尾的胁迫霸凌，是对国际规则和人类良知的公然挑战。那国际规则又是什么呢？中国最高领导人在联大视频讲话中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那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呢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所以王毅今天大声疾呼，在21世纪的今天，再不应任由这种胁迫霸凌横行下去了。那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站出来，和中国一样，坚决抵制各种非法的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和政治构陷，来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那么，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受到中国鼓舞，
极力挺身而出。那些个像孟晚舟一样深陷困境、遭遇磨难的个体的权益，他们才会得到切实的保护。那么，横行国际社会的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和政治构陷，它的生存空间才会被大大的压缩。